这个芬兰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那是高冷稳重，跟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似的。结果怎么着？这一夜之间，女神变成了女神经，高冷人设崩得稀碎啊！最后呢，还得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跑到咱们中国这儿来负荆请罪。那提起芬兰呢，大伙儿第一反应是啥？是诺基亚？是圣诞老人？还是那个所谓的全球最幸福国家？在咱们印象里芬兰那就是个岁月静好的代名词。那里的人呀，据说都是特别的有素质，特别的讲文明，坐个公交车恨不得隔着3米远，主打一个别来沾边。结果呢，就在这2天这个浓眉大眼的芬兰塌房了，而且塌的那叫一个彻底，那叫一个难看。大伙儿可能都刷到新闻了，堂堂芬兰总理叫奥尔波的这个大官人，居然罕见的通过驻华使馆的官方账号发了一封道歉信，而且这个道歉信那是相当的卑微，那不光发了英文，还专门配了中文、日文、韩文，那个意思就是哎呦喂，各位亚洲的金主爸爸呀，各位爷爷奶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们别生气了，别不买我们的东西。各位，这事稀奇咱们都知道欧洲那帮政客平时那都是鼻孔朝天的，动不动就教训咱们，哎呀你们没有人权，哎呀你们没自由。怎么这一回这芬兰总理这个腰弯得跟大虾似的？是因为这个良心发现了吗？是因为突然爱上亚洲文化了吗？我呸，那是因为饭碗让人给砸了，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再不道歉，芬兰那点家底就要被那帮脑子进水的猪队友给败光了。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场闹剧看看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家一旦撕下面具，那是副什么德行。那这个事儿导火索呢，是一个叫莎拉扎夫斯的娘们儿。这个人是谁呢？前芬兰小姐，也就是个选美冠军。这按理说长得是挺漂亮，但是这脑子里装的全是浆糊。她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自拍，这照片里她跟朋友在一块儿，桌子上放着中餐。这没啥呀，吃中餐说明咱们中华美食好。但是坏就坏在这个莎拉的照片里做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动作，拉眼角。那2只手把这个眼角往上一提，做成那种眯眯眼的样子，配文还是我们去吃中餐吧。咱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这位莎拉小姐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能觉得自己特别的幽默，特别可爱，甚至觉得自己特别的懂文化。她心里那个小剧场估计是这样子的：哎呀，我要吃中餐了，我得表现得像个中国人。那中国人长啥样呢？对了，好莱坞电影里都是那么演的，眼睛细细长长的。来，我也拉一个，我是不是很俏皮？粉丝们肯定给我点赞。各位，这就是西方很多人的通病，无知当有趣，傲慢当个性。在他们的文化教育里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拉眼角的动作在亚洲人眼里那就跟对黑人说恩赐罗的单词，或者说对犹太人比划纳粹礼一样是绝对的禁忌，是恶毒的歧视。这种歧视不是那种明火执仗的骂人，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刻板印象。就像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就该留辫子，就该戴斗笠，就该是那个样子。当这种照片发出来之后呢，中日韩3国的网友瞬间炸了。这回3国网友那是空前的团结，可以说是东亚复仇者联盟的集结。大家冲进他的评论区把他骂的是狗血淋头芬兰小姐选美组织一看这个势头不对，求生欲拉满赶紧开发布会剥夺冠军头衔，滚蛋。这莎拉也没办法只能灰溜溜的录视频，用那蹩脚的中文说对不起中国，对不起中国 China I'm very sorry。 但这事儿要是到这就结束了，那顶多也就是个娱乐新闻，过2天也就散了。可是芬兰这个国家那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呀，真正的王炸在后头呢。就在这个莎拉被骂的不敢抬头的时候，芬兰的一帮右翼政客跳出来了。这帮人那是真的坏也是真的蠢。他们觉得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正好可以炒作一下咱们的民族主义，正好可以收割一波极右翼的选票。
于是呢，几位芬兰的政客居然公开声援莎拉。他们不仅声援啊，还照葫芦画瓢，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自己拉眼角的照片，还配上那种阴阳怪气的文字儿啊，什么这就是个玩笑，亚洲人太玻璃心了，我们要捍卫言论自由。听听啊，这就是芬兰的政客呀，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人啊。这下性质可就全变了。如果说莎拉是个人的无知，那这帮政客的行为就是政府层面的纵容，甚至是国家级的挑衅。这就好比啊，你家孩子在这个外面骂了人，你不光不道歉，你这个当家长的还跑出去指着人家的鼻子再骂一遍，还说骂你2句怎么了？这叫言论自由，这不是欺负人吗？咱们得好好唠唠这个言论自由的双标啊。在这个西方有个著名的政治正确鄙视链，你要是敢模仿黑人吃西瓜、炸鸡，或者说涂黑脸，不用咱们动手，他们自己国内的白子能给你喷死，你的职业生涯当场报销。你要是敢对这个犹太人说半个不字啊，说这个大屠杀不存在啊，那你直接警察局见。但是一旦到了亚洲人，到了中国人这儿，那这个标准突然就变了呀。这就是开个玩笑嘛。这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嘛。你们亚洲人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去你大爷的玩笑！这种双标背后是什么？是深入骨髓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潜意识就觉得亚洲人就是低人一等，就是可以随便调侃的玩物啊。这帮芬兰右翼政客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捍卫芬兰的自由，实际上他们是在给芬兰的棺材板上钉钉子。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早就不是那个白人说算的世界了。他们这不仅是在羞辱亚洲人，更是在羞辱他们自己的智商。这帮政客在那边嗨呢，觉得自己成了民族英雄。结果呢，有一个群体先急眼了，谁呀？芬兰的商界大佬们，芬兰航空、诺基亚、通力电梯，还有那些卖清洁能源设备的巨头们那这帮老板现在看那几个政客的眼神那是恨不得把他们生吞活剥了。为啥呢？因为钱呀。因为这个事儿一闹大，亚洲市场炸锅了。中国网友说抵制芬兰货，日本网友说芬兰滚蛋，韩国网友说阿西吧不买芬兰东西。咱们拿这个数据说话让大伙看看芬兰这回是有多荒。那芬兰这个国家人口呢才550万，还没有北京朝阳区的人多。这么点儿人，他的经济靠什么？靠外贸，靠把这个东西卖给全世界。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4年中芬双边贸易额高达140亿欧元。那中国连续多年是芬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芬兰的那些支柱产业芬兰航空指着飞亚洲航线赚钱呢。那现在这个俄罗斯航空飞不了，本来就亏得底儿掉。现在这个亚洲人要是再不做了，直接破产清算。通力电梯你看看中国多少高楼大厦用的是通力这个市场丢了，他上哪儿找补去清洁能源，中国呢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市场。芬兰那点技术想变现，离得开中国吗？有个芬兰在华企业家说是特别直白，2天，只需要2天。如果中国市场发起全面抵制，芬兰的品牌就能被彻底摧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生死存亡。芬兰商界现在估计呢在给这个总理打电话疯狂咆哮，管那帮脑残政客你想让我们全球喝西北风吗？你想让芬兰倒回到原始社会吗？赶紧道歉呀，跪着也要道歉。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政客可以为了选票不要脸，但是资本为了利润那是必须要脸，或者说为了钱脸也可以不要。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在这个饭碗即将被砸碎的恐惧中，芬兰政府怂了。总理奥尔波那个平时也是衣冠楚楚的绅士不得不站出来擦屁股。于是呢就有了那个中日韩3语道歉声明。大家注意这个细节为啥要用中文发？为啥要通过驻华使馆发？因为他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中国才是那个真正的大金主，才是那个真正惹不起的爸爸。这句深表诚挚歉意翻译过来就是大哥我错了，别断我的财路，别砸我的锅呀。
这事儿啊，给咱们什么启示呢？第一，国家形象那是真金白银。芬兰以前辛辛苦苦几十年啊，又是搞环保，又是搞教育，又是搞女权，立了个平等、多元、进步的人设。哎，这个人设以前是能变现的，是能让他的产品卖出高价的。那现在呢，被几个眯眯眼动作一夜之间打回原形。那以后大家再看这个芬兰，想到的不光是极光和桑拿，而是种族歧视。这个损失啊，那是多少个亿都买不回来的。那这第二呢，只有把你要饭的碗捏在手里，你才有尊严。这芬兰为什么道歉啊？是因为良心发现吗？屁哦，是因为怕没饭吃。这就是现实啊！只有中国足够强大，市场足够大，咱们手里面握着他们的经济命门，他们才会学会怎么好好说话，怎么尊重人。那这些事儿啊，咱们中国是赢了面子，也赢了里子。但是咱们别光顾着乐，这也是给全世界那些喜欢打文化擦边球、喜欢搞这种隐形歧视的国家提了个醒。那个任人打脸还要赔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咱们中国人的尊严那是不容践踏的，谁要是敢既想吃中国的饭，又想砸中国的锅，还想羞辱中国的人，那芬兰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到时候啊，别怪市场无情，别怪这个消费者手黑，这口饭碗要是砸了，你们就自己蹲墙角哭去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芬兰总理的道歉，大伙儿接不接受呢？哎，我看呀，听其言观其行。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